富二代邀请昨晚认识的舞女来家里玩，舞女本以为对方只是个学生，没想到家里这么有钱。富二代带着舞女参观了家里的豪华车库。阿诺拉十分好奇，为什么一凡年纪轻轻就拥有如此多的财产。一凡的父亲是赫赫有名的俄国军火商。阿诺拉看着谷歌搜索出来的内容，一时间被一凡家族的实力震惊到了。阿诺拉心中也立刻有了主意，挑使出浑身解数，迷得一凡对自己挪不开眼。这就是2024荣获戛纳金棕榈奖的2级电影《阿诺拉》，他恰如其分的娇羞，却勾得一凡挪不开眼睛。阿诺拉还是被贫穷限制了想象力。第二天，他被一凡邀请到家中见面。刚到门口，阿诺拉就被一凡的一栋房子震惊到了。跟人闲聊时，阿诺拉十分好奇，为什么一凡年纪轻轻就拥有如此多的财产。一凡选择长话短说。一凡的父亲是赫赫有名的俄国军火商，而他们游戏人间，夜晚又沉浸在酒精的快感中。期间，阿诺拉还参观了一凡的车库，他这才得知，在夫人眼中，豪车指着他们的玩具。为了玩得尽兴一点，一凡直接坐着私人飞机，带着阿诺拉来到了拉斯维加斯，并在总统套房里开香槟狂欢。一凡上了赌桌后，每次押注都会把自己全部的筹码押上，哪怕全部赔光，他也毫不在意。最终，他决定领证结婚，并在阿诺拉的要求下，为他定制了3克拉钻戒，收敛的快速的完成了婚礼，一种抵抗外在的阻碍。却不料一凡见事情暴露后，竟然狼狈的逃离了豪宅，不得所踪，独留阿诺拉在原地不得所措。他想要追上去，却被一旁的保镖拦住，却遭遇了他的疯狂反击。立刻一阵剧痛传来，显得他的鼻梁被踹断了。现在到了阿诺拉的攻击性，保镖索性用自己的身体作为捆绑他的枷锁。神父火速的赶了过来，得知一凡已经跑掉，甚至连阿诺拉的电话也不带接。神父决定用1万美金作为条件，要求阿诺拉和一凡注销婚姻。受制于人的他只能被迫答应。但是在此之前，阿诺拉表示自己要和一凡当面谈判。由于一凡毫无顾忌的睡着了，等他抵达法院，还没睡醒的一凡就被强行带上了法庭。此后，神父便将阿诺拉先把一凡结婚的事情讲了出来，试图以此为理由，希望解除2人的婚姻。阿诺只能认命的带着一凡和阿诺拉去见了一凡的父母。他们前来的目的只有一个，那便是让阿诺拉和一凡离婚，毁掉这一纸证明。只因为阿诺拉的身份，让一凡的父母在家族面前根本抬不起头。So we're getting a divorce. Of course, are you stupid? 阿诺拉这才意识到还是有劫难会晚，自己社会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就被当成了儿戏。阿诺拉彻底意识到了别人和夫人之间搁置的天堑，于是他最终同意坐上了飞机。途中父母不停地训斥着一凡做出了荒唐事情，一凡却不满地进行了反驳。抵达拉斯维加斯后，闹剧结束后，保镖护送阿诺拉回家。离别之际，他拿出了神父协定带走的钻戒，赠送给了阿诺拉。阿诺拉深受感动，他紧紧地拥抱住了保镖，流下了委屈的泪水。灰姑娘也从此刻彻底从梦境中醒来。结束了在影片，并未将阿诺拉彻底置于黑暗的深渊。在绝望之际，同属底层阶级的保镖挺身而出，宛如黑暗中的一束微光，捍卫了阿诺拉的尊严。在冰冷的阶级壁垒面前，人性依然有温暖与善良的一面。